拜登和普京于本月16号将在日内瓦举行会晤。该消息传出后，外界一度认为这是拜登在拉拢普京向俄罗斯示好，离间中俄关系。针对这一说法，实际上有些过于夸大了。拜登现在根本改善不了美俄关系，因为筹码不够。此前，特朗普任职期间就曾扬言要改善美俄关系。可4年来，双方关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紧张。拜登上台才多久，他怎么敢公然改善美俄关系？美国的保守势力会答应吗？民主党会答应吗？刚上任不久就下令驱逐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这足以证明拜登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或许很多人会提到前不久取消制裁北溪2号项目的事儿，但其实美国真正要缓和关系的是跟德国的关系。该项目是俄罗斯和德国一起的，而欧盟目前德国是老大。拜登既然要拉近与欧盟的关系，必定要先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变相来说，普京只不过是个幌子。当然，这也确实能够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国释放一个信号。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国倘若同时对抗中俄2个国家，必定是力不从心的。在权衡利弊之下，美国选择将俄罗斯放一放，集中全部精力与中国对抗。这也是拜登现在推动美俄首脑会面的主要原因。至于为什么拉拢俄罗斯的筹码不够，说白了，普京也是老江湖了。在俄罗斯周边部署军事力量，挑起乌克兰边境问题，这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举动，倘若真是要缓和美俄关系，拜登首先该做的就是怎么解决这些事情，例如让乌克兰安分一点。总之，美俄之间的矛盾没那么容易被解决。同时，美俄首脑的会晤也不一定会让2国关系得到比较大的改善，离间中俄关系不可能。俄罗斯不是小白，拜登老谋深算，想要用这一招骗全世界，只能说想太多。如果说中国要小心美国的阴谋诡计的话，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表态却让美国感到恐慌。在金砖国家外长线上会议结束后，拉夫罗夫就16号美俄会面声称，俄罗斯不会抱有幻想，也不会去试图营造一种将会有所冲突，或者说会做出某些历史性重大决定的印象。不过，拉夫罗夫却表示非常满意俄罗斯与中国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一致看法，例如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军备控制等。可见，拉夫罗夫也看透了美国呼吁美俄会面的意图。他并不认为2国因此就一定会缓和，但却变相地向中国释放了友好信号。哪怕在美国接连的示好下，俄罗斯方面也仍然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让国人也安心了。中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的挑拨有所改变。近日，据日本有关媒体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将于本月9日举行外长和防长2+2线上会谈，并表示日澳此次会谈的主要目的，一是加强2国合作，二是牵制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以辖制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怎么还不死心，竟然以为自己可以限制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不得不说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这2个国家都是不清楚自身实力和定位的存在，时常喜欢发表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挑衅言论。按道理，作为小国，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不掺和大国的争斗，或者嘴上附和几句，但是不会真的去用实际行动来挑衅大国。但他们2个国家偏要与众不同，偏要自视甚高，觉得可以在中美之间渔翁得利，实际是给人家美国当炮灰。今年4月份的时候，有澳大利亚高官就公然在听证会上就中美关于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发表所谓的自由国家再次听到战鼓的敲响，澳大利亚必须准备去战斗的言论。当时这番言论就引发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认为这是在向中国宣战，但这实际是很可笑的一件事。且不说美国根本无权干涉我国台湾事宜，就说你澳大利亚和台湾又有什么关系？台湾在北半球，澳大利亚远在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叫嚣着要干涉北半球国家的内政，还要此敲响战鼓，简直不知所谓。然后到5月末的时候，澳大利亚高官又开始为当初的挑衅找补起来，并呼吁大国和平。日本也和澳大利亚一样，时不时就发表一些令人疑惑的言论，干出一些不着四六的事，试图干涉中国内政。有美国官员说，在日本的军队中竟然流传着保卫台湾就是保卫日本这样可笑的话。日本和澳大利亚之所以敢如此挑衅中国，无非就是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受美国指使，为了配合美国辖制中国的战略而已。但其实无论是美澳同盟还是美日同盟，事实上并不如澳大利亚和日本想的那么牢固。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就坦言，美国采取行动永远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澳大利亚只是保持对美国的单相思情结。美国总是把澳大利亚推向前台，而自己躲在背后。对日本，美国也是一样的利用。前几天就有美前国安官员
鼓噪日本保卫台湾，故意渲染台海紧张气氛，把日本推到台前和中国争斗，让日本做炮灰。谭克飞大校就在最近一次的发布会上，就针对以美日澳为首的国家故意在中国周边挑事的行为表态，称希望有关国家多做些实事，少给地区安全制造麻烦。日澳应该明白自身定位，不要做美国的炮灰。挟制中国是痴情妄想，中国的东海和南海轮不到日澳来多管闲事，别最后自己讨不到好，让美国坐收渔翁之利了。美国防长中东事务助理达纳·斯特劳尔向中东发出了最露骨的威胁，声称不许跟中国或者俄罗斯合作。据悉，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斯特劳尔指责某些国家和伙伴国是与中俄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尤其是在安全以及军事航天领域，有一条线越过以后就会变成战略，威胁你们与美国之间合作的同时，也会威胁你们的国家主权。黎巴嫩就是一个例子。很明显，斯特劳尔试图用这种恐慌的方式让中东国家认清所谓的形势。他的表态足以见得对美国非常自信，认为与美国能够提供的安全合作相比，中东国家与中俄合作的潜在好处实在太过于微不足道。随着美国逐渐减少了对中东的关注，前不久，美国为了让美军全面从阿富汗撤军，特意将亚太地区唯一一艘航母派遣中东配合美军撤离行动。在当前国际形势紧张、中美关系越发恶劣的情况下，美国迫切地想将军事力量集结在一起，而从中东地区撤出大部分美军，就是想集中全部精力，更好地对付中国。可这样一来，美国又开始担心，在中东地区撤出以后，中国或者俄罗斯会趁此机会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伊核问题上，中俄存在感过高，让美国一度感到恐慌，所以不得不有所忌惮。值得一提，近些年来，一直有传言中国会在阿富汗建立军事基地，虽然该说法很早就被我国国防部否认，但西方媒体却仍然大肆宣传炒作，却对美国在世界多地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视而不见。说白了，西方就是想在中国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时候，先一步抢占道德制高点，这样在未来就有足够的理由抹黑中国，扩大海外军事影响力。话说回来，美国为了打造反华包围圈，不断拉拢世界多国一起，现在更是公然威胁中东，一度令中东炸开锅。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经济主张相比，美国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就显得非常脆弱，这也因此让美国患上了疑心病。对于美国威胁盟友不要向中国或者俄罗斯靠近这一举动，事实上，美国内部早已敲响了丧钟。这种简单粗暴的恐吓行为，只会破坏美国在盟友眼里的形象，让盟友离美国越来越远。现在的美国还以为自己能够利用霸主地位控制世界上其他国家呢。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盟友早已经对美国产生了消极态度。在此背景下，也等于帮了中国一个大忙。离开了美国的盟友们，会向谁靠近呢？自从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力度以来，关于中美战争风险的讨论就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此前，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艾利森认为，中美由竞争走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艾利森看来，现如今的中美尽管存在多方面的竞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全球化的合作占主流。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碍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战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发生。但是难以发生并不代表没有可能。如果说以上仅仅只是猜测的话，那么美军接下来爆出的最新消息将是彻底的实锤。据外媒军事新闻最新报道称，美军正在为与中国开战，准备新型远程弹药。据数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018年至2020年之间，美国空军每年都会购买大量的捷达姆弹药，这也被认为是美军在反恐战争中使用最多的精确制导弹药。但是奇怪的是，从去年开始，美国首次降低了这种弹药的采购数量，并且是大幅削减，直接从16800枚降到了1900枚，取而代之的将是更多的先进导弹。据消息人士透露称，美国将转而投资更为先进的远程武器，以便于适合在太平洋作战。那么这似乎已经十分明显了，美军确实是在为一场潜在的太平洋战争做准备，而且早就从去年开始就有所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到底囤了多少新型炸弹呢？这一数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从美军削减的炸弹数量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发现，美军对捷达姆导弹的削减几乎是呈直线下降态势。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美军增加的远程新型导弹数量必定同削减的数量相差无几，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在清楚了美军如此明显的战争信号后，我国对此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相比于以前对待美军挑衅的谨慎，现在我国似乎更加坚定了美国想站那边站的信念。与此同时，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真正崛起的必由之路。从古至今，一个国家对外展现的战略威慑力
力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这种战略威慑力的建设几乎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加以检验。从目前域外国家频繁挑衅我国这件事情来看，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而一旦这一威慑力久久没有得到验证，中国未来将会面对更多类似的麻烦。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此时叫嚣开战，正好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国人等待中国真正崛起的日子或许就快来了。